大家好，今天比特币视频来聊一聊 BTC 主力是否具有大规模进攻的前兆。因为前几次看到的几个楔形上涨的形态，跟很多粉丝朋友 25K 做多到现在都没有打大的利润。今天我们利用这张图表里面的知识来判断一下比特币能否重现20年的涨幅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中长线的这张图表，日线里面的这个下降趋势 32K 到这个 30K 还有这个高点的位置，目前的趋势是已经突破，而且有发现它跟历史上20年当时这边有一个位置，也是一个下降的趋势线，它这边的一个高点是在12000附近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高点，这边一个高点，或者是这边也可以算是一个高点，它后面突破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涨幅是有多疯狂，所以有可能这个形态跟20年的当时的这个形态是非常的像啊，或者是我们可以留意一下，它前面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头肩底的形态，在20年或者是疫情恐慌的位置，当时这边是再挖了一次坑，这边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头肩底的形态，跟目前的2023年比特币在 25K 到 30K 附近这一个整理区间，它前面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头肩底的形态，这个头部的位置也是一个黑天鹅事件。那我的观点，整个形态我们就去目测形态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像。昨天是跟大家讲，不排除这个位置如果主力是要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进攻，我的判断空间可能幅度会很大，至少有没有可能在明年4月份产量减半之前，会不会来到这个 48K 的高位？那有没有可能类似20年的这个涨幅？我们去观察一下这里面的涨幅，当时从这个位置开始计算，它是涨了4倍哦。所以我个人观点，形态是非常非常的像，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的 25K 颈线的这个支撑位是反复的在测试，就是这个颈线，这一个 25K 的颈线。它突破以后压回测试，压回测试。那么可以看一下20年的当时这个位置突破颈线，就是这个位置突破以后，它是不是反复压回测试，压回测试，压回测试这一条颈线的支撑位是根本就不想破。后面它在这个位置整理了30多天，开始往上突破。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年的这个技术形态，它也是高档有一个帽子。感觉是有一个帽子，就是主力往上突破了颈线，在这边画了一个区间，让有一些散户追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压回来继续洗盘，或者在这个区间继续洗盘。但是最终的方向它是往上突破的，所以我们观察一下，从这个高点，它当时压回到这个低点的位置，空间是跌了 20%。那跟这一次下跌的空间感觉有没有非常的相似？这就是一个模型刻出来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同一个主力，从这一个 32K 的高点到这一次的 25K 的低点，它空间也是跌了 20%， 而且跌到的这个位置，它就是遇到这一条颈线的支撑，跟20年的那个位置是非常非常的像，不排除这个位置，我是感觉主力有大举规模大举进攻的前兆。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前面的一个技术形态，也是在高档的位置，就类似一个帽子，或者是这边也是像是一个帽子，它主力是刻意压回来，或者是在低点的位置有多组的多方抵抗 K 线吞噬，或者是这边插入线，或者是在这个区间挖坑，或者是刚刚画的那一个下降楔形，或者是这个位置下降楔形，下降楔形都是看涨的形态，下降楔形都是看涨的形态，就是要往上涨的。那么可以看一下，像这个位置，它后面涨上去也是把这个帽子给突破，所以有可能上面是不是目前还有一个帽子，它在这边会不会震荡个5、6、7、8天，或者是10天左右，到时候看能不能往上突破。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位置，20年的这个空间的位置，它在这边要挑战这几个压力区之前，来到这个位置，我们数一下它在这边整理了几天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天左右往上突破，甚至这一根突破的时候，下方的量能是非常非常的大。所以目前的位置，你如果有细心的朋友去留意一下，就这几天量能是在说，那我的判断有可能这个位置是主力继续整理，会不会在10天左右，它如果要往上进攻，下方必须放更大的一个量能，
也不排除有可能就是大举进攻的前兆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啊，已经给大家聊了几天，27.3K 附近感觉主力根本就不想破，要破应该早就破下去了。所以我这边也是在猜测主力的心思，因为如果有看过一些战争，或者是有学过一些比如说孙子兵法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主力如果要开始进攻，或者是正式的进行大规模的进攻，一般是不能再大幅的进行一个回撤。所以这个位置如果是主力进攻已经突破了这一条，就是这几个高点的位置有一个颈线的压力位，或者是这下方就是一个头肩底的形态。如果主力是开始大规模的进攻，那就不能继续大幅的回撤，有可能它是不是进攻了一半，在这个位置遇到前面这个压力区，是在这边修正一段时间，5到6天或者是10天左右，必须要赶快给我往上进攻。因为从这个整理区域的形态里面有发现，包括昨天也是有一个高点，感觉是有资金要去攻这个 28.1K， 但是遇到这个位置，现在昨天是又跌了回来，那我们观察一下，不然我的观点是你可以去留意 27K 附近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区，如果破的情况下，那我们要怀疑主力如果是还在建仓的区间，它可以不断的制造价格，就是它高点价格可以制造，它高点价格可以制造，它低点的价格也可以制造，因为这样子才可以在就是整个区间里面不断的就是高抛低吸，然后低点吸的一些筹码，然后拉到高点或者再吸一些筹码，感觉空间差不多了，又打压回来，又继续买入一些筹码，或者是感觉空间差不多了，又打压回来，又继续买入一些筹码。所以这个位置既然这一条颈线是突破，那我的观点 27K 我们要去留意它这个位置不能破，破的情况下我们要怀疑有没有可能主力还是在建仓的区间，因为就类似两国在交战，它有可能在修正的情况下会不断的制造一些阳攻的形态，在哪个位置阳攻，这个位置是不是阳攻，这个位置是不是阳攻，我可能就压回来，或者这个位置到底是真正的大规模进攻，还是目前还是在阳攻，我们就要留意这个 27K 这个颈线的位置可不能破。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比特币日线以及中长线的这个图表，感觉是非常的像啊。所以20年的这个位置它是涨了4倍，昨天是有跟大家提到，我个人观点理想的情况有没有可能涨个 70%是相对比较可观，或者是它在3浪里面的第一浪到底空间要涨到哪一个位置，有可能会不会再进行一个2浪的修正。所以我的观点不一定会类似20年这么大的一个涨幅，它有可能会开启1浪里面，后面会不会有一个2浪的修正，然后大3浪像这种大幅空间，比如说4倍或者是10倍或者再涨个20倍的空间，有可能会在后面就是整个大3浪，这整个都是大3浪里面的3浪3里面的一个涨幅，有可能会像这个空间。然后我们再聊一下比特币日线的技术形态啊，指标是在背离，不过背离有一种修正，它不一定要用空间来修正，它如果是在这个横盘也可以修正，因为现在已经是死叉了，所以横盘到位，它如果继续死叉下去，有没有可能下一次突破的位置尖叉开始，那有没有可能来到80上方的高点，也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啊。包括4个小时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几天了，还是守在这个 Vegas 576跟676通道的上方，也是不排除这个位置是不是在整理，等这个腰式金叉这个576跟676，那到时候那一些看空派是不是要修正，就是比特币有可能就是要往上涨了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